好了，慢点，慢点，慢点。哎，今天吃那么素，还这么沉，食草动物，体积大呢。好，我主动倒。慢点，慢点。到了，到了。老婆，我们要结婚喽！我们要结婚喽！我一定会给你一场你喜欢的、你幸福的婚礼。你就是我的女神。还好那个人是你，这一定是命运的赠予。即使是错误的主场时机，也没阻止一场注定的相遇。还好那个人是你，那必须是爱情的道理。就算是痛苦的过程里，也值得一次奔赴的勇气。看爱的定律而怕的配比，该如何选择或放弃？对爱的定义和只爱怕的定律，一句我爱你。Go away with me tonight。月亮星星闭上了眼睛。Go away with you tonight。莫兰迪色特调了爱情。Go away with me tonight。月亮星星闭上了眼睛。Go away with you tonight。莫兰迪色特调了爱情。黄先生，您冷静点，听我说，我们是律师，不是法官。您付我们律师费，我们也不能篡改法律。对，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秦律师，没有，我觉得您是小道消息听太多了。法官是不可能被收买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您要是对于现在的结果不满意，咱们可以上诉。但是如果您没有新的证据，就算上诉的话也……那我再发个文件给您吧。哎，你为什么在我的房间啊？秦律师，这是我的办公室啊。秦律师，乔主任让你一回来就去找他。恭喜你啊，秦律师，请吧。
秦律师，秦律师，秦律师，啊，没事吧？没事。啊，那这边请。秦律师，不好意思啊，哎，我也是1个小时之前才得到的消息，所以这个时间呢有点仓促，准备的也不是特别好。哎，但是唐总说了，这只是暂时的，以后还会有调整啊。所以呢，你有什么需求尽可以跟我说，好吗？啊，不要客气。到了。啊，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应该没有。合约你慢慢看，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沟通。秦律师，唐总在吗？在的，不过唐总有客人在。如果我是你，我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跟老板发脾气，除非你跟我一样，也准备辞职。辞职？为什么呀？辞职信我都交上去了，原以为老板至少还会对我留一留。所以说呀，一个人永远都不要太高估自己对公司的价值。你为什么辞职啊？无非坐上了你的位置，你就为这个？一个进公司不到3个月的实习律师，就因为自己的老爸是西美公关的老总，就能一步跨过别人5、6年的努力，当上高级律师。而我呢，不管再怎么努力，始终都拼不过已婚已育的男同事，以及假装已婚已育的女同事。这种企业文化我不敢苟同，任何只有单方面付出的关系都是不健康的，包括职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现在选择还挺多的。我怎么觉得你不是为了这些狗屁理由呢？李老师，这个月的年终业绩评估出来了。有什么问题吗？今年是我做助理律师的第4年了，今年的年终业绩评估直接影响到我年底是否可以升为中级律师的评定。所以呢？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业绩评定是 B 级，我就想问问，是我哪里做的还有欠缺？如果我不能拿到 A 级以上的话，我恐怕……周律师，是李老师。我们律所的业绩评定标准都是公开的，虽然算不上完美吧，但是也能非常真实地反映出个人的业务能力。你如果想要拿到 A 级评定的话，希望下半年你更加努力了。李老师，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不过我知道业绩评定如果有高级律师的优秀推荐的话，可以有额外的加分。优秀推荐，顾名思义，就是针对那些特别优秀的，或者是在某些方面有过人表现人的肯定。你觉得你够得上吗？我有。是吗？李老师，您就从来没有想过那个 U 盘为什么会在你桌子上吗？什么 U 盘？是你。李老师，我可是一直都站在你这边的。律所里像我们这种没有任何背景后台的人，得学会互相帮助，你说是不是？其实高处不胜寒啊。
别走了，留下来吧。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哎，我可真没想到啊，你居然还会挽留我，别说，演的还挺真的。我跟你说真的，别走了，留下来吧。程宇会对待单身女律师的不公平待遇会改变的。哦，你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吗？你就别打听了，你就信我吧。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的意思是，你上11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变这个政策？秦师，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很聪明的人，看来我是误会你了。你是不是傻啊？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给别人谋福利？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就是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包括这2年我撒的那个谎也是，都是为了这个。虽然呢，这么多年，大家一直觉得咱俩是竞争关系，但其实我挺佩服你的。我觉得咱俩就是用的方式不一样，但目标是一致的。明明知道职场里面就是有这种潜规则，但咱俩不是都没放弃吗？我挺佩服你的想象力的，不过我比你现实多了。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努力，什么时候可以退让。你的目标太远大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这样的处境，离你的目标差的也太远了吧？改变规则，谈何容易？你是不是应该在11楼好好的站稳脚跟，再去想别的？乔思明跟你说的。唐一慧别想把我糊弄过去，我一定会跟他要一个交代的。交代什么呀？你是真傻还是真聪明啊？什么意思？你真的以为楼上合伙人投票选举，你就一定能赢吗？你就直说吧。最终的候选人呢有2个，一个是秦律师，还有一个是沈律师。参与投票的合作人呢，一共有7个。最终结果，沈律师3票，秦律师也是3票。老沈居然跟我平票？什么叫老沈居然跟你平票呀？应该是你居然跟老沈平票。秦师，别看你在家庭部平时耀武扬威的，可是论业务指标，你又处理过几起企业经济纠纷？除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欧陆法系，你又熟悉哪一个？老沈常年跟金针打交道，大方他老爸是中国研究欧陆法系第一人，就连资历最浅的小潘，他的法学硕士都是英国拿的。你能打败大方和小潘，我就已经觉得你很了不起了。没有人是天生的全能高手，公司在进行内部选拔的时候，一定知道每一个候选人的优劣，任何的进步都需要空间和机会的呀。谁告诉你的？这次只是内部选拔。唐总，企业部啊，是咱们律所保护客户资源最好的部门，除非这个人特别优秀，或者是有更好的客户资源，否则我们是不对外招聘的。但是这个人非常特殊，首先这个人能力很强，再加上后台背景也很硬，所以老板娘选择他，我觉得也情有可原吧。
哎，对了，秦律师，这个人你认识的呀？我认识。啊？不，这个人到底是谁啊？请。陶律师，欢迎加入。哟，秦律师，祝贺高升啊！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饭啊？说起高升，我觉得吴律师你更应该请我们吃饭呢。都不知道吴律师有这么大能量呢，以后还请你多多照顾了。秦律师，你可真幽默，吃饭都是小事儿。这段时间跟着你呢，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爸爸说了，一定要尊重那些教你真本事的人。倩倩，你中午帮我订一家附近最贵的餐厅，我要请秦律师吃饭。哎，对了，你们也一起来吧。拜拜。不是让我来拿东西吗？哦，都收拾好了，那儿呢。哟，秦律师你自己搬呀？要不然我找人帮你吧。吴律师，你真的觉得2、3个月可以学到真本事吗？只可惜不能教你更多了。祝你以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加油喽！好的，感谢您行程愉快，谢谢。抱歉，让一下。这你办公室啊？告诉你个坏消息，我办公室就在你隔壁的隔壁。故意的吧？你猜呢？有意思吗？没意思。你现在呢，有你的生活，有你的工作，你有你的小娇妻为你呼风唤雨，你好好做你的驸马不好吗？你掀起这么大的浪，就是为了打翻我这艘小船，好玩吗？你那艘船上挺多人的呀，我怎么早没看出来呢？套路挺深的。你说什么呢你？我怎么了？你2年前跟我分手，扭头跟人结婚也就算了，什么时候多出一个2岁半的孩子？你跟谁生的？我不想说。而且你现在都有你自己的生活了，你还一直提以前的事情干嘛？也对啊，翻篇了。对你这种人就不值得。不好意思，刚才有事没来得及回复，你们还专程跑一趟。没事，我本来就要来的，找个地方坐吧。我看你很长时间没回我，我就想你一定很忙，忙起来肯定没有吃午饭，于是我就做了一点饭给你带过来了。大师，你还俗了。你最近工作强度那么大，青菜豆腐可满足不了你的需求，所以我就做了一点别的给你带过来，你尝尝。
头过来了，感恩。那个手怎么样了？还疼吗？没事，一点小伤。下次还是要注意一点。还好这次只是撞到门，要是门反过来咬你一口，那就糟糕了。门怎么会咬人呢？要是它敢咬人，我就再给它一拳。那里面是什么？哦，家里的薄荷长大了，我分了一颗给你，你可以放在办公室里面闻一闻，心情也会变好。你现在体贴的有点过头啊。哦，对了，昨晚我是不是给你打了个电话？我有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我喝多了，我早上醒来我已经不记得我说了什么，没有冒犯到你吧？冒犯倒是谈不上，但要不是你喝多了，我都不知道。可以说出那么多的诗，挺厉害的，不愧是语文老师的孩子。就这样。今天晚上想回家吃饭。真的啊？好啊，那我下午就去买菜。来，喝口汤。陶律师，这就是我们10楼的家庭部，这边请。喝。好喝啊。再喝一口。陶律师，猪蹄你不尝一下？林佳，这边请。这口也挺好吃的。你还真是当机立断呢。这还不都是你劝我的吗？我这个人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优点，就是特别能接受别人合理的建议。现在思路非常清爽。公司嘛，它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永远有退路和办法，没有必要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对吧？有道理。但是这个话呀，以后你记得跟秦师说。我觉得他比我更需要开导。这场仗到最后，也不知道秦师算赢算输。哎呦，别不高兴了。能成大事的人不会太在乎这点暂时的委屈的。这委屈还不大啊？慧姐，你跟我说实话，为什么是我上来不是老沈？老乔把投票结果都告诉你了。哎呀，这次情况发生的有点突然，要是换做别人，我还真不一定会答应。因为企业部毕竟跟其他的部门不一样嘛，那不是一个能养闲人的地方。我是没有想到吴非会提陶俊辉，而陶俊辉竟然就是他的未婚夫，这就变得有点意思了。这有什么有意思？你不会到现在还没有觉察出来，吴非这么干是故意针对你吧？针对？吴律师为什么要针对秦律师呢？这个问题问得相当的优秀。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吴非到底耍的什么套路。哎，之前就秦老师长，秦老师短的，现在一转眼就变成仇人了。哦，怪不得他们都说秦律师撑不了很久呢。哎，那帮助理律师开了个局，都说秦律师撑不过3个月。那你压的谁呀？我？我能跟一帮孩子在那儿去开玩笑吗？
也压了一点儿，因为我是觉得秦律师啊，他不可能这么快就走嘛，对吧？哎呀，帮我也压一注吧。你压秦律师走，我压吴非会输。你跟秦律师，你们俩真是相爱相杀。屁的相爱相杀呀！秦师要是连吴非这种小孩子都摆不平，哼，那我输的也太冤了。但是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啊，那为什么老板娘现在还是要让秦律师是卧薪尝胆呢？这还不能理解吗？之前你不是也跟我说吗？人家秦师在老板娘眼里可是镶了金边的。此一时彼一时，那秦律师背着老板娘给蓝总出谋划策，如果要不是帮程宇慧获了利，你觉得老板娘能饶了他吗？我告诉你，当初投票，秦律师少的那一票是谁啊？难道是老板娘？这就是老板管理的艺术。你看着吧，唐总绝对有办法，让秦律师死心塌地、鞠躬尽瘁。给了他现在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秦律师依然会感谢他。其实，你到底是怎么得罪吴非了？好，不说也行。不过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陶俊辉是空降兵，如果不能充分展现其价值，我当然会更倾向于用自己人。你跟老沈都是我的嫡系部队，之所以让你上来，是因为我觉得在抗击打方面，你会比老沈表现得更好，所以我想给你这次实习的机会。谢谢我的慧姐。先别忙着谢我，我是有附加条件的。帮我去考察一下陶俊辉，我总觉得他来这里的目的并不单纯。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也行。我是没有想到李代会走，家庭部现在也需要有人能镇得住。你放心吧，反正呢，我来了，我就没打算再下去。好，那你只有3个月的实习期，3个月之后失去适留就全靠你自己的本事了。抓住机会好好学，我是在你身上压了注的，别让我失望啊！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肯定不让你说。慢慢收拾吧。喂，有时间吗？咱们见个面吧。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